捡漏一哥又来了，大家还记得半个月前吗？就是这个捡漏一哥，他机器一直放在我这里啊，他决定呢把这个机器利益最大化，就是我手上这台玉山 C， 当时拆开看啊，就是核心板被修过了，相机跟相机字库都没装，于是呢就把它撂到一边去，这一放就是半个月。但是呢，这位捡漏一哥啊，日思夜想，他不甘心把这台机器沦为拆机配件，始终还是想着怎么把它的利益最大化。小黄鱼蹲到了一块，据说是功能完好、无锁无账号的 3C 核心板，他让我装上去给他试一下，那我今天就装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不懂的兄弟呢，就可能认为啊，这个核心板直接换上去就可以用，其实并不是，换上去之后它会有一堆报错，直接无法起飞。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帮这个捡漏一哥来验一下货，他这个小黄鱼的 3C 的板是不是好的。这个拆机过程我们就直接跳过了啊，前面我们都有详细的拆机过程。A few minutes later， 花了一点时间啊，把它的原核心板拆下来了啊，飞机先放一边去。我左手边这一块呢，是他在小黄鱼上面买到的一块好板，屏蔽罩子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但是呢，在拍这个视频之前呢，我已经测试过啊，它的电流是正常的，外观基本上无损吧，也没有变形。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会买一块带锁的主板让我来搬板，结果并不是啊，他直接买了一块好板，不带锁的让我来换上去。果然是捡漏一个啊，这都能让他捡到漏。大家可以猜一下他这个好板是什么价钱买的啊？不知道它是好是坏啊，先装上去再说。那我就把它所有的屏蔽罩子移过去，屏蔽罩子移过来了。好，现在往回装。A few minutes later， 花了一点时间呢，装起来了。我们看一下什么效果。直接开机啊，没有听到开机音乐呢。相机倒是在动啊，相机在动，但是我没听到开机音乐呀，这么奇怪的吗？连个手机看一下是怎么回事，看一下能不能对频。云台这边有力，但是不能自稳，哎，好像感觉没有识别到 IMU 一样的感觉。对一个频试一下，对频灯在跑了。已经对上频了，奇怪了，那它这个电条肯定会报错啊。刚刚没有开机音乐啊，所以那电条肯定是报错的。仔细看了一下，它这个相机啊，它的快门不知道是没打开还是怎么样啊，它这个光线完全是暗的，图传是有了，但是很暗很暗。重置之后好像还是一样啊。先看一下别的。IMU 要校准，这个也正常。部分配件缺失，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没有认到指南针。动力系统异常跟刚刚这个电条有关系，传感器异常，视觉系统标定异常，都是换完核心板之后的一个正常报错啊。这个视觉的问题不解决的话，这个飞机是无法起飞的。相机未标定，正常来说有相机未标定这个报错呢，它不影响使用啊，它只是有这个弹窗，但是它现在图传有点不正常，就跟这个相机未标定的报错没有什么关系。我看来还需要跟这个兄弟沟通一下啊，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请关机。有些报错呢，原本应该是跟这台机器没关系的，但是它又有报错，所以呢，我在想到底是这个核心板有问题，还是说这个捡漏一哥它本身的其他配件也有问题。我手上呢没有跟它一样的型号的玉山 C 的板，但是呢我有玉山的板。玉山的板呢虽然跟玉山 C 不能通用，但是呢我可以测一些电条啊，其他的一些功能啊，只有相机啊，只能相机不能通用之外，其他都可以通用，所以我就相机不接，测一下其他的。A few minutes later， 花了一点时间把我的玉山的板换上去了啊，再开机看一下什么效果，也是没有开机音乐。难道它这些电条还有问题？它跑马灯已经在跑了，看到没有？那已经对上频了，还是电条错误。我的核心板啊是包好的核心板啊，但是它也是有这个电条的这个问题啊，那我得跟这个兄弟沟通一下了。A few minutes later， 喂，你好兄弟。哎，你好兄弟。板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呢，你的电条跟你的相机好像是有问题的哦。电条有问题是吗？电条是肯定有问题啊，连开机音乐马达动的声音都没有。然后我换了我一块玉山的板上去也是一样的效果。那个电条那里我没有焊线的，你有没有看？你没焊线啊？对，那4个电机我都没焊上去。哦，怪不得，哎，我是说嘛。对对对，再就是
再就是你这个相机啊，你的相机的快门是打不开的。哦，那个快门那个。对。那个不管它了，到时候我换个相机就行了。那我就帮你搞那个视觉消错那些就好了啦。对对对，就找那个视觉消错那里就可以了。哦，那我懂了。搞了半天，你这个电机没焊上去，我一直以为是有问题。对对对，我没焊上去。误会误会。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兄弟们，不好意思啊，搞了个乌龙，他电条居然是没焊上去的，我都没看过他的电条，他说没问题，我就信了他了，结果他没把电条焊上去，好吧。哎，还真的没焊哦。A few minutes later. 花了一点时间啊，都焊好了，再装上去，听一下开机音乐。现在装的还是我的玉山的版啊，但是我可以听一下开机音乐了。电机声音来了，来了 ，GB 灯也亮了，给大家看一下，那 GB 灯也亮了，这才对嘛。我觉得还是要装回它的 3C 的版再看一下啊。又花了一点时间把它的 3C 的版给装回去，直接连上去了，因为我之前连过。这个相机就不管它啊，这个快门有问题，相机功能应该是没问题的。再看一下都有什么报错。部分配件缺失，视觉传感器标定异常啊，视觉系统标定异常。除了这个有一个报错啊，部分配件缺失这个报错还有待进一步确定之外啊，其他的报错都是正常的。A few minutes later. 现在这些报错啊才是正常换完一个核心版之后的一个报错啊，一个是相机，一个是视觉。刚刚为什么会显示部分配件缺失呢？那是因为那位同行兄弟啊，他把其他玉山型号的指南针换到这台机来了，所以识别不到才有那个报错。完全是一场误会。现在开始进入正题啊，如何解决这个视觉标定异常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呢，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拿回它的原核心版。原核心版上面有个字库 ，CPU 字库在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要从它的字库里面把它的视觉数据提取出来啊。提取这个字库数据呢，有两种方法啊。第一种方法呢，就是直接把这个字库芯片拆下来，放到这个编程器上面去读取。之前的视频当中呢，有一期就试过了这种办法啊。现在我们换一种方式啊，我们不拆它，直接飞线读取。为什么要飞线呢？因为像这种玉山的核心版，大芯片底下都有封黑胶。如果说你手上是一块好的核心版，你去吹它，风险远远要高于飞线，飞线的风险要比这个直接拆字库的风险要低多了。所以对于这种芯片底下有黑胶的核心版，我们一般都采取飞线读取字库数据的方法。飞线的话呢，有这个飞线点位，大疆无人机核心版上面最常见的字库就是153的字库，也是现在的主流字库啊，153。大家可以随便上网去搜一下啊，153字库的角位原理，大家根据角位原理图，然后再对照大疆的那个图纸，就可以找到它要飞线的点位。这里我就不详细去演示过程了，直接给大家做一下飞线演示。飞线的第一步呢，飞线点位上面的这个每一个点啊，都上好锡啊，要重新上锡，因为它上面都是高温锡嘛，你高温锡你直接焊的话是很难焊得上去的，所以的话我们要给它重新加点锡，加点低温锡上去，在每个飞线点位上面给它打上焊油。我用表嘞啊，测量一下。然后反面也有，然后呢，玉山的板子啊，像我们飞线的话，都需要拆除这个字库旁边的一颗电容跟电阻。我指一下在哪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我镊子指到这个位置啊。为了方便操作，把这个屏蔽罩子夹起来。电容跟电阻，我先给它拆除掉，高温快拆快装。OK， 拆掉了。然后我们在要飞线的点位上面进行上锡。在上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飞线的点位很多是在那个小电阻的边上，它其实是很怕你烙铁去烫它，因为你烙铁烫的话，它是
局部高温，这样的话很容易使这个电阻变质，反而用风枪去吹呢，它很难坏。所以大家用烙铁烫的时候动作要稍微快一点，不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要不然的话这个电阻会坏掉。先让这个烙铁头吃点稀然后再去上。反面也给它上一下，然后现在呢就开始飞线。飞线的话，一共是有5个点位需要飞，大家可以从上往下看一下第一个 CMD 就是接地的意思。第二个是 CLK 信号，第三个是 DAT0 也是信号，然后就是 1.8 伏供电跟 2.8 伏供电，总共就是加上地线一起是6根线要飞。反面的话呢，就只有1根，所以我们先把反面的这一根先给它飞好 ，CLK 具体的飞线点位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搜得到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飞线丝的长度呢不宜过长不宜过细，太细的话也不行，要保证它的导通性，大约就弄个5厘米左右差不多了。用手轻的拉一拉看一下有没有焊虚，确定没焊虚的话呢，再焊下一根。再来看它的反面现在焊第2根是 CMD 的信号。OK， 拉一拉，然后 D0 信号。OK。再焊一下供电 1.8 伏跟 2.8 伏，先找到 2.8 伏，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得到吗？然后 1.8 伏 ，OK。接地的话，随便找个螺丝口当做接地的线去焊接就可以了。OK， 可以焊完之后有个方法可以确认一下你这个线有没有焊好就是测量它的对地阻值，红标笔接地，黑标笔去量，打到2极管档去量一下点位，看一下接地，这是接地没错然后 2.8 伏400多的压降， 1.8 伏300多压降， D0 400多， CLK 400多， CMD 400多 OK， 全部都是正常的对地阻值除了接地之外，其他的对地阻值也就是300-400多的样子属于正常的对地阻值。飞好之后呢，接上这个编程器接上去。编程器的话呢，就不一定说非要用哪一种便宜的贵的都行只要有读取字库的功能就可以了。把数据线插上，连上电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备份把原核心版的视觉数据备份出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我们先新建一个文件夹吧，取名为 3C 数据可以的。我把画面拖到正中间，打开这个 eMMC， 现在我们是 ISP 飞线，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选 ISP， 搜索，直接搜索，好，读取出来了这样的话就是读取成功了看这里，打开分区表，我们重点要关注是哪一个数据呢？就是这个 CLI 这一个就是它的视觉数据，我们把它备份出来 ，read 点读取，读取的话，然后找到我们刚刚桌面新建的一个文件夹，是叫做 3C 的3C 数据我们就把它备份到这里，右下角的 Save 保存点这里，好，这边就开始备份了。我这样子备份呢，是备份的所有视觉的数据就不像现在市面上那种单换视觉。单换视觉的话呢，是可以消除报错，但是到时候飞起来之后大概率会有空气墙。但是像我这样子整套视觉备份读取，到时候视觉功能是非常完美的，跟原厂一样的，这样就表示备份完成了。我们关掉快板上面的视觉数据备份下来了，接下来的操作，视觉数据写入到好板上面去。我们现在把刚刚飞的线全部都拆掉，坏板放一边去，拿出我们的好板，把要飞线的位置的屏蔽罩子全部揭开，
跟刚刚一样的操作啊，智库旁边的一个电容跟电阻要拆掉，为了方便拆卸，我们用钳子把这个屏蔽罩翘起来一点，待会儿再给它还原。A few minutes later. 花了一点时间啊，这个电容电阻拆掉了，在每个飞线点位加点焊油，上锡。反面也有个点位，找到它上锡。反面单独的一根线给它飞掉 ，CLK。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在这个线上面加点锡啊。如果电阻太小了，你不好加锡，那你可以把锡加到这个飞线丝上面。好，稍微拉一拉啊，拉不动 ，OK。再焊2个供电 1.8 跟 2.8， 先来 1.8。然后这就是 2.8。好的，找到接地点，飞一根接地线，拿出万用表啊，打到2极管档啊，量一下，看这个线都飞好没有，接地 OK， 2.8 伏 OK， 1.8 伏 OK， D0 OK， CLK OK， CMD 也 OK 啊，都没问题。再接上编程器啊，连上电脑。视觉数据写进去啊，写入视觉数据。好，先 eMMC ISP 啊，读取一下分区表，读取。像这样子读取不到的话呢，那我们啊看一下哪个地方还没焊好啊，很有可能我们重新再来一下，这里断掉了。刚刚呢就是线焊的有点虚啊，我在挪动的过程当中有一根线呢就可能就断开了，重新焊了一下，现在又好了啊，可以读取到分区了。现在读取一下，再读取一遍啊，给大家看一下 OK。 因为时间过得太久，所以的话呢我把它关掉，再重新再打开一次。好， eMMC ISP 读取 OK， 打开分区表，直接找到 CALI 这个文件 ，White 写入啊，这一回是写入，把刚刚备份到桌面的 3C 的数据写入进来，找到这个 3C 数据，好，直接双击写入，它现在就开始写入了。这种飞线读写数据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它的这个速度比较慢。如果说你要写全字库，你要这样去写的话，那要写很久很久。如果说只是写一个数据，那问题不大。A few minutes later. 数据写入完成，好，那我们这一步就完成了。我们就把它拆掉，把线都焊下来。OK， 搞定。屏蔽罩往回装啊，装回去看一下效果。不出意外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奖了啊。A few minutes later. 花了一点时间装起来了啊，兄弟们看一下效果。现在呢，云台是能自稳的啊，歪头是正常的，因为没有标定啊，所以是歪头，但是能自稳正常的。现在已经没有红色字的报错了，相机未标定正常啊。刚刚打电话跟这个兄弟沟通了，他说要换相机，所以的话这个相机我们暂时就不用消错了，消了也是白消，到时候他一换相机还是报错。主要是看一下其他功能啊，都没有任何报错了。现在可以起桨飞一下了。避障失效，起飞。看到没有？已经起飞了哇！避障视角放大看一下，前、左边、右边、后面啊，全部 OK 了。帮这个捡漏一哥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啊！这个捡漏一哥啊，你的利益倒是最大化了啊，那我的利益怎么算啊？自己想清楚啊！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